注意看，日本狂人不讲武德，发布会现场搞偷袭，狠狠一脚踹在了中国代表的肝脏部位。为何屏幕前的日本选手如此狂妄，目中无人？哪怕日本选手被工作人员拉开，别再骂骂咧咧，说着难听刺耳的脏话。看这架势，简直是要将所有中国选手生吃活剐才肯甘心。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另一位日本选手说起，没有错，他就是日本新一代的踢拳天才朝久玉贵。朝久玉贵不仅仅在日本拳坛称王称霸，还在来华短短3年时间拿到了9战9胜9次 KO。正是因为朝久玉贵无敌的表现，使得日本民众振奋不已，无数日本选手都将他视为榜样，顶礼膜拜，这才发生了屏幕开头的不尊重行为。不过就在朝久玉贵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时刻，咱们中国搏击小将朱帅终于坐不住了。朱帅也许在高手如云的中国拳坛算不上顶级强者，可是架不住朱帅拥有一颗精忠报国的决心。在上台之前，朱帅就已经暗暗发誓，今晚绝对要让日本天才朝久玉贵吃不了兜着走，省得有更多日本狂人不尊重中国文化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。第一回合开始，银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朱帅，黑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朝久玉贵。朱帅与朝久玉贵都是职业擂台上的天才选手，尽管朝久玉贵目前处于连胜无敌之姿，可是朱帅也早已制定好了完美的比赛节奏，只要控制好与朝久玉贵的对峙距离，就算不能通过 KO 方式拿下胜利，也能在最短时间扩大比赛点数。刚刚揭晓的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奖项未揭晓，这个最佳网络人气奖，大家现在仍然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投票。朝久玉贵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王俊玉，那第4回合以跳击 KO 了王俊玉，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，整整的休养了1年，再回到武林风的擂台。朝久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了，是，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。哇！没想到朱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ush 王者普普公野的情况。强毒的这个鸟海为能者朝久玉贵，先给了对手一个读秒，但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。这场不是卫冕战，对，朝久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，是，这只是一场超级战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个强毒真的是振奋人心。哇！机会，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。朱帅经过长达1年的魔鬼式训练，的确变强了不少，就连防守紧密的朝久玉贵都在朱帅面前吃了大亏。可是朝久玉贵能够拿到9连胜，必定不是弱小之辈。眼看比赛点数落后，也很快做出调整，开始逐步向朱帅的内围发起主动进攻，想要将失去的比赛点数彻底打回来。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，是一直在瞄他老爸，他老爸一直下指令。过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，现在呢没办法，被朱帅打倒之后，对，紧张了，不得不下指令。其实朝久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，就是第1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普公野，他觉得非常了不起。1年。我们的朝久玉贵1年后的这朝久赌，这位就是朝久玉贵的，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，他是空手道的高手，对，空手道高手。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，那朝久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，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，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，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，要到外面空地去练。好，惊涛骇浪之中，还有10秒。朝久玉贵撑过了第1回合，但是呢，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。好，第1回合比赛结束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从朝久玉贵的表现来看，朱帅的针对性打法起到了很大作用，已经完全将今晚的比赛节奏掌控。当然，朱帅明白，想要拿下胜利，不仅仅要控制好距离，还得随时小心对手打出的后手重拳，说不定一个大意就会被 KO 带走。想到这里，朱帅就下意识地加强放手报价。问明白，误了一个事，还好朝久玉贵老爸没看到，所以又吃了同一招。其实有时候看好，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，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。对，就从这个朱帅所在的辽宁黄金来讲，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商讨。之前的话，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，怎么样防？现在不是这样，他们会针对
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，对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。是。其实张涛啊，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。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桂，就是因为朝九玉桂节奏很快，会把中方选手带乱。再来呢，朝九脚步快，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朝九回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，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。那以上呢，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。是。再来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朝九玉桂啊，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。它的不一样在哪里？对，他们第一个是重视内在那个核心肌群的修炼，他们在山上修炼，同时呢，他们要去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位选手的拼拳节奏越来越紧密，尤其是朝九玉桂利用超长手臂一直在干扰朱帅的移动。当然，朱帅可不会白白站在原地挨揍，于是朱帅就秉持着打一拳换一个地方的游走战术，尽可能的让朝九玉桂摸不清楚朱帅的比赛战术。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。要注意啊，我们的朝九玉桂会左右换架，而且呢，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日月刺 KO 了日本选手，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的，是点穴的绝招，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。刚刚王鹏飞没用出来，王鹏飞一直想学这一招3日月刺。好。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朝九玉桂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，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桂的感觉了，就是1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。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。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，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，万一受伤会影响，所以就把他推掉了，就变成受伤1年后的第一场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前2回合朱帅与朝九玉桂一直在打距离战，却很少在内围进行激烈拼拳。不过这时候的两位选手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也管不了那么多，随即两位选手开始不顾一切的进行拼拳换脚，试图要在这回合一较高下，看看谁才是第一天才拳手。腹部都已经被击打有效果了。刚刚朝九玉桂很有技巧，把朱帅压倒在地。现在这个朝九玉桂大爆发了，朱帅小心，千万守住这一回合。又一个跳膝。哇！现在陷入苦战，没想到呢，这个朝九玉桂第3回合大爆发。对。好，不要把背转向这个。对，好，这个是我们朝九玉桂的抢背的技巧。这个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。再来，接腿。好，又抢背了，你看。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，不要把背给对手。对的。好，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意思，他会利用。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？好，至于朝九玉桂的这个温暖战就是3月28号。另外呢，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，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，所以规定1年之内要打温暖战，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。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，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。好，回到场上来，再来，说实在的，还有10秒。对，朝九的手法比较粗，但是呢，他拳里面夹着膝法，不好对付。哇！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朱帅通过比分优势赢下了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朱帅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